今天我们就来揭晓最新的致癌鱼排行榜。许多人都说4条腿的不如2条腿的，2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意思是吃鱼有益健康。然而您真的吃对鱼了吗？有些我们以为很有营养，甚至舍得花大钱当补品吃的鱼，其实可能在悄悄伤害您的身体，甚至成为滋养癌细胞的帮凶。特别是人过50岁，新陈代谢变慢，细胞修复能力下降，更要小心这些看似美味的高危鱼类。现在我们就按照排名次序，一一介绍这份令人震惊的致癌鱼名单。咸鱼竟然只排第4，那前3名还会是哪些鱼呢？第1名更是许多人趋之若鹜的滋补佳品，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的分析。第5名，酥香诱人的油炸鱼。首先登上我们排行榜第5名的是油炸鱼。很多人喜欢把鱼炸得酥香金黄，觉得特别下饭。然而，您是否想过，这香喷喷、外酥里嫩的油炸鱼其实暗藏杀机？高温油炸的过程会让原本健康的鱼肉变成危险食品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可以从油温和化学物质的角度来看看其中玄机。当鱼肉放进滚烫的油锅，油温往往高达150到200摄氏度以上。这种高温环境下，鱼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会产生丙烯酰胺、杂环胺、苯并芘等一系列有害物质。其中丙烯酰胺在100度以上就开始生成，具有神经毒性，被视为可能致癌的物质。温度超过200度时，会产生一级致癌物质杂环胺。而当油温继续升高到近300度，高温裂解反应下会生成更多苯并芘等强致癌物。苯并芘是什么呢？它是一种多环芳香烃，存在于焦黑的油炸或烧烤食物中，也是香烟烟雾中的主要致癌成分之一。想一想，一块香酥可口的炸鱼，外表那层金黄其实可能渗着和香烟焦油类似的致癌物质，着实让人后怕。不仅如此，高温油炸还破坏了鱼肉原有的营养， Omega-3 不饱和脂肪酸、维生素 D 等宝贵营养在油炸过程中大量流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氧化后的油脂残渣和自由基。经常吃这种过度油炸的鱼，不但起不到补充营养的作用，反而会摄入过多热量和致癌物，对心血管也不利。特别是很多人喜欢把油锅里的油反复使用，那更是火上浇油、旧油多次加热后含有的极性化合物反式脂肪酸等，对人体极其有害，长期摄入可能增加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疾病风险。您也许会问，偶尔吃1-2口炸鱼就会致癌吗？当然，任何食物的风险都与摄入量有关，并不是吃1口就百病丛生。但是人到中年以后，体内累积的有害物质难以及时代谢，加上细胞对 DNA 损伤的修复能力下降，如果还频繁吃油炸鱼这样的高危食品，无异于雪上加霜。我们身体就像一台用了多年的机器，运转不再那么高效，这时再吃进去大量生锈的零件，也就是那些致癌物，无疑会影响机器运转，甚至诱发癌变。曾经有老渔民忠告年轻人，卖鱼的不爱吃炸鱼。为什么？因为真正懂鱼的人都明白，新鲜鱼最鲜美营养的吃法是清蒸清炖，油炸只是掩盖不新鲜的办法。而且常年卖鱼的人知道，反复用油炸出来的鱼，自己都不敢吃那些炸黑的油渣和焦脆的鱼，皮里藏着毒素呢。如果连鱼贩自己都敬而远之，您是不是也该三思而后行呢？总之，排行第5的油炸鱼给我们敲响警钟。为了口腹之欲，把鱼炸得酥脆，是在营养和健康上双重损失。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，喜欢酥口食物可以理解，但请尽量克制对油炸鱼的嗜好。如果实在想解馋，建议您用气炸锅少油烤制，或者选择粉蒸、煎煮等相对低温短时的方式，既满足味蕾又降低危害，身体健康无小事。每一次饮食的选择，其实都是在为未来的健康积分。在您下次想吃炸鱼排、炸带鱼的时候，不妨记住这个排行榜，问问自己，这诱人的金黄酥脆背后藏着的是美味还是风险？第4名，下饭美味的中式咸鱼。接下来排行榜第4名是很多人从小吃到的传统美味咸鱼。您也许惊讶，咸鱼不是早就被说成致癌食物了吗？怎么还排不到第1呢？没错，中式咸鱼的致癌之名可以说是臭名昭著，甚至早在2012年，
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把中式咸鱼明确列入了1级致癌物清单。它和烟草、酒精、槟榔并列，都是确定会致癌的因素。但今天我们把它放在第4名，是因为还有几种鱼类危害不亚于咸鱼，甚至更容易被忽视。我们先来看看咸鱼为何如此危险。中式咸鱼之所以特别，是因为它的传统制作过程除了大量食盐腌制之外，通常还会经过日晒脱水。这一脱水步骤使鱼肉中的胺类物质更容易与亚硝酸盐发生化学反应，产生亚硝胺这类强致癌物。亚硝胺是什么东西？简单来说，它是一种在高盐、低水分环境下容易形成的有毒物质。科学实验早已证明其可导致动物发生癌症。在人类流行病学中，也发现常吃咸鱼的人群，鼻咽癌、食道癌、胃癌的发病率显著升高。特别是在中国广东沿海一些地区，传统上喜欢吃自制的咸鱼下饭，结果当地曾经出现鼻咽癌高发，被称为广东癌。后来医学家深入调查，才将元凶指向餐桌上那一块块看似平常的咸鱼。有人或许会问，国外也有熏鱼、盐制鱼，为什么偏偏中式咸鱼致癌风险高？关键就在于脱水工艺。欧洲的熏鱼虽然也咸，但多数没有像中式咸鱼那样晒至彻底干硬。中式咸鱼脱水后更耐保存，味道更浓烈，但代价是产生大量亚硝胺。当然，不管哪国的咸鱼，含盐量都极高，长期吃对健康都不利。高盐本身就和高血压、中风风险相关，更别提还夹带致癌物质。可以说，咸鱼虽美味下饭，但对中老年人而言却是不折不扣的健康隐患。咸鱼难翻身，绝非危言耸听。尤其是过了50岁以后，如果还像年轻时那样顿顿咸鱼配白粥，恐怕真的在喂养体内潜伏的癌细胞。这并不是夸张，亚硝胺等物质会逐渐累积，使得细胞产生癌变的概率上升。而且研究发现，若从小时候就吃很多咸鱼，致癌风险更高。想想看，许多长辈喜欢把咸鱼蒸烂的拌饭喂孩子，觉得有滋有味，可孩子年纪小，对致癌物质更敏感，长大后出问题的可能性也更高，真是令人后怕又心疼。那么是不是咸鱼一口也不能吃了呢？也不必走极端。医生也指出，任何致癌物都是要看摄入量的，谈毒性离不开剂量。偶尔吃1-2口咸鱼解馋，并不会立刻致癌，但要有节制。例如1个月吃上1-2次，每次吃前用清水或蒸汽充分加热，尽量减少盐分和表面油污，配上大量蔬菜一起吃，能稍微降低咸鱼的危害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市面上好吃的东西这么多，为什么非要盯着咸鱼不放呢？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，味觉可能对咸味没那么敏感，就更容易不知不觉吃多。长此以往，既伤血管又增癌风险，实在不划算。总而言之，中式咸鱼作为第4名，提醒我们传统美味也可能隐藏健康陷阱。如果您家里还常年备着咸鱼，劝您趁早收手，特别是长辈们更应以身作则。偶尔解馋可以，但绝不能天天当饭吃。想要咸香味道，其实可以用天然香料和少量海盐来烹调新鲜鱼肉，同样美味且更安全。毕竟，与其餐餐咸鱼下饭，最后把自己淹出病来，不如及时改变饮食习惯，换条清新康健之路。第3名，美味难挡的烧烤熏制鱼。在很多人心目中，烧烤鱼可是人间美味。无论是炭火直烤的烤鱼、铁板烧鳗，还是烟熏的各类鱼干，都有种诱人的焦香味，令人食指大动。然而，这些高温烧烤或熏制的鱼荣登我们排行榜第3名，可不是没有理由的。其致癌机理其实和刚才提到的油炸鱼有点类似，也是和高温作用分不开，只不过烧烤往往温度更高，直火接触，产生的致癌物更多元、更凶猛。您或许有过这样的体验，夜市里一条烤鱼在炭火上吱吱作响，鱼皮被烤得略焦起泡，散发出油脂滴在炭火上的香气。可您知道吗？正是这香气里可能暗藏多环芳香烃等剧毒致癌物。当鱼肉被火焰直接熏烤时，温度很容易上300-400度，鱼皮和表层脂肪在这种高温下剧烈分解，
产生大量的本并皮。那焦黑的鱼皮正是本并皮含量最高的部分。有实验测定，烤焦的鱼肉中本并皮的含量比未烤焦的部分高出数十倍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追捧的那股焦香其实就是致癌物在作祟。除了本并皮，杂环胺也是烧烤鱼中的一大杀手。当鱼肉加热超过200度时，肌肉组织中的肌酸、氨基酸等发生复杂反应，就会生成各种杂环胺类化合物。科学家发现，杂环胺与多种癌症，包括消化道肿瘤、乳腺癌等的发生有密切联系，它们可导致 DNA 损伤并引发突变。如果经常摄入烧烤食物，体内累积足够多的杂环胺，细胞癌变的风险自然水涨船高。而且中老年人的代谢慢，这些有害物质会在体内停留更久，危害也就更大。烟熏鱼的情况也类似，传统熏鱼虽然温度可能没有烤鱼那么极端高，但熏制过程中木屑燃烧的烟雾里同样富含苯并皮等多环芳香烃。熏鱼往往色泽金红，肉质紧实，很多人误以为它既美味又能保存，其实那诱人的色泽里可能有一层看不见的毒膜。过去有一句话说，烟熏鲢鱼桂子肉，有毒莫入口，说的就是传统熏肉、熏鱼可能带来的危害。现代科学印证了古人的直觉，熏制食物吃多了确实容易对身体不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很多人觉得吃烤鱼喝点啤酒非常过瘾，但这恰恰是火上浇油的搭配。酒精本身也是一级致癌物，啤酒中的酒精和烧烤鱼中的致癌物协同作用，更易损伤消化道黏膜，增加癌变几率。某种程度上说，每一次大排档式的烧烤聚餐对身体都是一次严峻考验，尤其是对50岁以上的人群，身体机能走下坡路，可能年轻时一晚上烧烤啤酒没啥感觉，年纪大了再这样造，第二天明显胃部灼热不适，长此以往留下隐患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说一口烤鱼都不能碰，适当享受生活无可厚非，但千万别经常吃，尤其不要吃烤得焦黑的部分。有些人觉得鱼皮烤焦了特别香脆，甚至专挑焦的吃，这其实很危险。正确的做法是，能不烤就不烤，尽量改用蒸、煮等烹调鱼的方式，既保持鲜嫩又没那么大危害。如果非吃不可，也尽量别烤得过焦，烤好后刮去焦黑的鱼皮和鱼边缘，再食用里面尚且嫩一点的部分。另外，可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，如柠檬汁、奇异果或青菜一起吃。维 C 有一定抗氧化作用，可能减轻部分致癌物的伤害。烧烤熏制鱼能位居第3，说明它对健康的威胁绝不容忽视。特别是在夏夜宵夜文化盛行的地方，烤鱼几乎是台面上少不了的主角。如果您已步入中老年，请务必对这美味提高警惕。偶尔为之可以，但千万别让烤鱼成为餐桌上的常客，更不能拿它当下酒菜频繁享用。要知道，我们年轻时欠下的美食债，年老时身体都会如数讨回的。在享受烤鱼快感的一刻，请想一想，潜藏体内的癌细胞是否也在暗自窃喜，管住嘴，为自己的晚年健康积福，这才是真正聪明的做法。第2名，生吃淡水鱼的危险习惯。现在揭晓排行榜第2名，这一位不是某一特定鱼种或烹调手法，而是一种不良的吃鱼习惯，生吃淡水鱼。可能有人要说了，我平常也不吃生鱼片啊，但您身边或许有长辈喜欢喝鱼参汤，或者吃腌制的醉鱼、生拌鱼片等传统菜，觉得这样鲜嫩爽口，营养不流失。然而，淡水鱼体内往往潜伏着大量寄生虫卵，生吃等于把这些看不见的敌人直接请进体内。肝吸虫等寄生虫就是因生食淡水鱼而祸从口入的头号杀手。它们虽小如米粒，却能在人体内作乱长达数十年，最终引发严重疾病，甚至癌症。华南地区一些老人有每年春天吃鱼生的习惯，把新鲜草鱼、生鱼片成薄片，拌上调料生吃，觉得既美味又所谓养生。因为鱼肉未加热，营养全保留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每一片晶莹的鱼身里都可能藏着几颗寄生虫囊幼，最常见的就是华兹高吸虫，也就是肝吸虫的学名。这种寄生虫会经过淡水螺和小鱼的中间宿主循环，
最终在人食用生鱼时进入人体。它们喜欢寄生在人体的肝胆管道里，初期感染可能没什么症状，很多人完全不觉察，不知不觉中小虫子在体内安营扎寨，繁殖可能持续10年、20年之久。长期的慢性刺激和炎症会导致肝脏、胆管反复受损，最终可能诱发胆管癌或者肝硬化、肝癌等。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肝吸虫感染列为一类致癌因素，可见其危害之大。别以为这只是传说或个例，在两广、东南亚一些地区，肝吸虫病一直是困扰公共卫生的重大问题。泰国东北部喜欢吃发酵生鱼酱，结果当地的胆管癌发病率是世界上最高之一。在我国广西某些村镇，过去有超过一半村民体内检出肝吸虫，许多感染者年纪轻轻就罹患癌症或肝硬化，追悔莫及。可以说，生吃淡水鱼这一饮食习惯对个人的健康风险实在太大，哪怕您年轻时侥幸不中招，也不要心存侥幸继续尝试。年纪越大，身体越难摆脱这些寄生虫的侵害，一旦感染多年未治，等到50、60岁时发现肝胆部位长了肿瘤，往往已经太迟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寄生虫感染的危害往往被低估，它不像细菌病毒那样来势汹汹、迅猛致病，而是细水长流地损耗你的健康。很多中老年人出现食欲不振、腹胀腹痛、消瘦乏力，甚至反复胆管炎，以为是慢性胃病或年纪大消化不好，其实背后可能是寄生虫在搞鬼。寄生虫导致的器官慢性炎症，久而久之就可能发展成癌变的温床。肝吸虫就是一个典型，它本身不会咬人，不会分泌毒素，直接杀人，但长年累月在你肝胆里扎堆，把胆管壁刺得伤痕累累，组织纤维化增生，终有一天细胞不受控地恶变。可以说，爱吃生鱼片的人其实是用身体在赌博，赌那一片鱼肉里没有看不见的对手。然而一旦赌输，后果非常严重。那是不是海水鱼生鱼片就绝对安全呢？也不能掉以轻心。深海鱼生鱼片，比如三文鱼刺身，理论上寄生虫少得多，但必须保证新鲜无污染，并经过正规冷冻检疫。海水鱼也可能有异尖线虫等寄生虫，人吃了会导致剧烈腹痛，甚至溃疡。所以无论海水鱼还是淡水鱼，最稳妥的做法还是煮熟再吃。只要将鱼肉中心温度加热到60摄氏度以上，并保持至少1分钟，就能杀死绝大多数寄生虫及卵。对于体积大的鱼块，烹煮时间要更长保险。总之，千万不要存有我就尝一小口应该没事的侥幸心理。一口生鱼下肚，寄生虫却可能伴随你10几年，这笔买卖实在划不来。排行第2的这个生吃淡水鱼提醒我们，饮食习惯胜过食材本身。哪怕是再鲜美有营养的鱼，如果烹调方式不当，也会从天使变魔鬼。特别是年纪大的人，更应该慎重对待饮食卫生。可能年轻时爱吃的那口生鱼美味，正是日后疾病的种子，何必为了一时鲜爽，埋下长久隐患呢？远离寄生虫，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嘴上留情，让筷子上的每一片鱼肉都熟透再入口。健康长寿比任何一时的口腹之欢都更值得追求。第一名，昂贵滋补的鱼翅、鲨鱼相关制品，终于来到我们排行榜的冠军。这第一名一揭晓，恐怕会让不少人大吃一惊，甚至舍不得相信它就是许多人花大价钱买来当补品吃的鱼翅。没错，传统观念里被奉为山珍海味、滋补圣品的鱼翅，其实隐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，尤其对中老年人更是极不友好。咸鱼、烤鱼那些致癌危险，大家或多或少有所耳闻，可鱼翅危害健康，很多人却知之甚少。下面我们就来揭开鱼翅华丽外衣下的真相。首先要搞清楚，鱼翅其实并无特别营养，它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，严格说来就是一堆蛋白质纤维，没有我们想象的什么补脑补肾神奇功效。在营养学上，鱼翅的价值甚至比不上平常的鱼肉，因为鱼肉有优质蛋白和 Omega-3 脂肪酸，而鱼翅主要是胶质，缺乏必需氨基酸。不过很多人觉得物以稀为贵，鱼翅昂贵稀少，就理所当然认为它补人，其实大错特错。我们且不说捕捞鲨鱼的残忍和生态问题，单从健康角度，
鱼翅对中老年人非但不能滋补，还可能滋毒。为何这么说？因为鱼翅来自于海洋食物链顶端的大型鱼类鲨鱼的鳍，鲨鱼往往寿命长，体型大，栖息在海洋多年。正如前面所述，海洋环境中的重金属污染和有害物质会在鲨鱼体内高度富集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汞。汞的有机化合物甲基汞，研究发现，大型鲨鱼鱼鳍中的汞含量常常超出安全标准的10倍以上。换句话说，每啖一口鱼翅羹，可能就吞下了微量的重金属鸡尾酒。汞是一种累积性毒物，人摄入后主要储存在肾脏、大脑等部位，长期少量摄入，汞会损伤神经系统，引起记忆力下降、肢体颤抖等汞中毒症状。同时，汞及其化合物也被怀疑具有促癌作用。虽然汞不是明确的一级致癌物，但慢性汞中毒会削弱免疫系统，让细胞更容易出现癌变。另外，鲨鱼这种顶级海洋捕食者体内还发现了砷、镉、多、氯、联苯等各种污染物，这些可都是与癌症有关的有害物质。试想，把各种环境污染物的浓缩精华当补品吃进肚子，能补出什么好结果呢？恐怕补的不是身体，而是肿瘤吧。不仅如此，市售的鱼翅产品良莠不齐，更增添风险。有的劣质鱼翅为了卖相更好，会用双氧水等漂白化学品处理，使其颜色雪白透明。但双氧水残留对消化道有刺激和潜在致癌风险。另一个问题，鱼翅干品在保存过程中如果没有冷冻，极易腐败滋生细菌，产生组胺毒素。组胺过量会引起过敏中毒，症状包括皮疹、头痛、恶心，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。曾有新闻报道，某些饭店供应的鱼翅羹让食客集体食物中毒，就是因为鱼翅存放不当产生了组胺毒素。一碗几千块钱的鱼翅宴，最后吃进医院，真是得不偿失。可能还有人心存侥幸，我吃鱼翅很少，不会有事吧？但别忘了，中老年人的排毒能力比年轻时差太多。年轻人肝肾功能好，代谢重金属尚且快一些，50-60岁的人肾小球过滤率下降，肝脏解毒酶活性减弱，一点汞可能就要存留更久。而且往往有经济能力吃鱼翅的人都不会只吃一次半次，可能逢年过节宴请宾客就来一盅鱼翅汤，有的人甚至定期买鱼翅当滋补品炖汤喝。这种长年累月的慢性蓄积比一时大量摄入更可怕，因为它隐蔽而难以察觉，等问题爆发时往往已急重难返。除了鱼翅，其实还有一些昂贵海味也存在类似问题，比如花椒、鱼鳔和海参。花椒是鱼鳔干制品，被视为高蛋白低脂养颜圣品，但鱼鳔取自大鱼，同样可能富集重金属和环境污染物。此外，有些不法商贩为了让花椒看起来肥厚，用甲醛或工业盐水浸泡增重，残留的甲醛也是致癌物。海参也类似，高价海参养殖过程中滥用抗生素、杀菌剂的情况时有曝光，吃下肚对人体有潜在危害。这些长辈们迷信的补品其实未必安全。正如老话所说，是药三分毒，盲目进补反而伤身。我们将鱼翅列为第一名，就是要大声提醒，昂贵不等于健康，反而可能更危险。50岁以上的人千万别再碰鱼翅这类华而不实的玩意儿了。与其花大钱买毒素，不如把钱花在真正健康的食材和生活方式上。其实真正对中老年人有益的鱼类并不贵，比如前面提到的桂鱼、黑鱼、带鱼等，在合理烹调下都是富含优质蛋白和 Omega-3 脂肪酸的良好选择。而鱼翅、鱼鳔这些所谓名贵补品，没有特效营养，还可能暗藏致癌风险，实在没必要去追捧。说了这么多，让我们总结一下这份致癌鱼排行榜。第5名油炸鱼，香脆背后满是致癌物和营养流失。第4名中式咸鱼，高盐加亚硝胺，是鼻咽癌、食道癌的诱因。第3名烧烤熏鱼，焦香美味的同时伴生大量苯并芘和杂环胺，伤身害命。第2名生吃淡水鱼，寄生虫潜伏，日久引发癌变。第1名鱼翅补品，价格惊人却富集毒素，实为沉默的杀手。这5类鱼中地雷，可以说从制作方式到饮食习惯，
各有各的致癌途径，值得我们高度警惕。难道从此以后鱼都不能吃了吗？当然不是，鱼肉依然是健康饮食中极为重要的一环，富含优质蛋白、DHA 和牛磺酸等，有助于健脑，防止老年痴呆，对心血管也有好处。关键在于挑对鱼，用对方法。正如营养学家所建议的，中老年人每周吃鱼1到2次是有益的，但应选择新鲜、污染少的鱼类，烹调方式以清蒸、水煮为佳。比如深海的小型鱼，如沙丁鱼、秋刀鱼，淡水中的鲈鱼、鲫鱼等，尝试用姜葱蒸鱼、番茄鱼汤等健康食谱，完全可以既满足口腹之欲，又摄取营养。不妨牢记医生的一句话，吃鱼没问题，关键别吃毒鱼。避开上述那几个高危鱼雷区，我们就能安心享受鱼之鲜美，获得鱼之营养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往往对熟悉的传统美食毫无戒心，却对新鲜事物充满警惕。但事实证明，有时最常见的反而最致命，因为习以为常，反而放松了警惕。希望今天这份排行榜能给您和您的家人提个醒，守护健康，从餐桌革命开始。50岁之后的人生，本应是享受天伦之乐、颐养天年的黄金岁月，更要珍惜自己的身体。让我们远离那些致癌鱼，选择科学饮食，莫让一时的美味毁掉长久的健康。记住，真正的补品不是山珍海味，而是合理均衡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。愿大家都能吃得开心，活得健康，用智慧为自己的晚年保驾护航。